惠仁姐，在這次的全球能源危機裡面，我們一直在看我們的鄰國韓國到底做了些什麼。但我現在一看之後，覺得韓國人民也太可憐了，真的，到底多可怜？缺電、缺什麼？缺能源到什麼樣的狀況？他們竟然是什麼規定他們的人民1到5，你看到地板髒，你不能用吸塵器吸；你1到5，你衣服髒了不要洗。為什麼？通通都留到禮拜6日才能動。我心想，這也太可怕了吧！哎呦，拜托，現在南韓、北韓快要傻分不清哎！你什麼时候要洗衣服？你什麼時候要吸地？你什麼时候要整理你的家裡？為什麼要政府出來管啊？對，因為拍誰缺電，沒有能源，所以現在啊，李在明竟然在會議裡面直接告訴大家，共體時艱啊，推出12項的全民節能行動大作戰哦！大家一定要齊聚愛國之心，要發揮啊！1998年當時金融亞洲風暴的時候，韓國人捐黃金救國的精神啊！大家一起來節能，很荒謬哎！這12項相關措施叫你節能，你知道，食衣住行娛樂各個方面就有了。我們現在來講這個移動的部分，對，他現在跟你講這個公務部门的公務車的尾車是1跟6的，禮拜1不能上路；2跟7的禮拜2不能上路；3跟6的，禮拜3不能上路。還有這樣跟你規定的啦。然後呢，跟你講說，一般人民、一般民眾我跟你講，你也不要隨便開車，你就給我騎腳踏車。拜託，現在韓國應該也是還算蠻冷的吧？叫你騎什麼腳踏車啊？而且他說不要在晚上給手機跟電動機車充電啊，不然汽車充電。那請問一下，我晚上睡覺才有時間充電，不然我要什麼時候充電？管到那麼細，不是太奇怪了吧？所以我白天才能充電，所以你就覺得莫名其妙嘛？你知道為什么要叫晚上不要充電嗎？因為大家晚上都下班了，大家都在家裡，大家要看電視，要幹嘛？要煮飯。你如果充電會額外用了一些電，那太莫名其妙，管到這個地步，你就知道他們真的連手機的電量也要跟你計較。好，再來公司部分你那個暖氣空調只能26度你不可以調太高20度這樣子。然後呢，那個電燈晚上如果中午有午休時間啊，或者會議室沒有開會啊，給我關掉，不准給我開着。對。然後再來，你回家洗澡啊、淋浴啊，我跟你講你就1桶水，對不对？熱就像日本人一樣熱的大家輪流洗不可以用淋浴的 shower 5個人洗5次，太浪費水跟熱能，太荒謬了吧？管到這麼細所以現在難怪有韓國的網友怎麼講？來，我們看到這一小段，他說，在我們應該要邁向機器人跟太空時代的時候，我們卻倒退回了朝鮮王朝，而且你是南朝鮮所以就會太荒謬了，太荒謬了吧？怎麼倒退200年、300年、500年？怎麼回事？因為你們沒有準備好。我個人覺得最荒謬的是家庭家裡洗衣服啦，然後掃地啦，然後還有包括吸塵器，告訴你只能週末。天哪！如果我週3弄怎麼樣？你要檢舉我嗎？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現在南韓人叫苦連天啊！那現在我跟你講，我們剛剛講還是有一點好像只是對人民生活產生不便而已。我跟你講，真正的大條代誌要來啊！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都知道韓國最重要，其實跟我們台灣很像，它最主要的就是靠石化這些相關產業，還有它的半導體產業嘛。現在他們的石化業面臨到他們因為已經沒有原油很少，或者是那個卡達的 LNG。直接跟你講說什麼？不好意思我們現在卡達我們這個荷姆茲海峽不能走，我們17%的這個天然氣可能沒有辦法出去啊。韓國受重創，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它相關的原料進來，那我怎麼去清油裂解？我怎麼用那個天然氣來，比如說丙烷脫氫？你完全沒有辦法。所以換句話說，沒有這些最上游的原料，你的乙烯廠、你的丙烯廠、你的丁二烯廠全部都停擺所以呢，你想說好吧？那也現在真的受了重傷，而且我跟你講，他现在跟你講什麼？因為是長期合約，我們不得不宣布遭逢到不可抗力。前面已經宣布一次，這次時間比較短，是不可抗力4個字，代表是什麼意思？我沒有要賠你不好意思合約是合約，但我沒有辦法賠你因為不可抗力戰爭不是我卡達的問題，所以變成你沒有原料，你斷料，你沒有辦法生產，但是這個所謂的供應商沒有要賠償你的損失。我跟你講，大家可能不覺得說那沒有原料就還好，因為我以前是跑台塑石化還有中油，你要知道他們這種石化廠是24小時是大概300多天都是不斷電的，然後24小時運轉，那他們唯一會休息的大概就只有
排定的稅休。對。那他們3座工廠可能2年休一次，然後呢，就是比如說今天是乙烯廠1場休那可能我就休40天，丙烯那個第2場跟3場就是要一直 run 300多天。你要把那個產能利用率看到100%，你的生產的成本才會降啊。對。你知道他們現在沒有原料到什麼？他們本來是100%降成80%，80%又沒有原料，那我再降成50%。可是我跟你講，你再降下去，你低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你乾脆不要開。對。所以他們现在你看台積大雕啊，你看小型的這個乙烯廠。中型的乙烯廠、大型的乙烯廠，他們一旦被迫停下来重啟成本，500萬到1000萬，1000萬到2000萬，2000萬到4000萬。我現在講的是美金呢。对。1000萬美金，那才是3億呢。而且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為什麼？你看到朝鮮日報的標題，他說中東產的石氖有供應難，這是 LG 化學部分工廠停產，這是大公司都要停產了，是一定都要停產。而且我剛剛提到嘛，你現在是等於是他們就是上下游垂直整合嘛，你最重要最上游的石油沒來，天然氣沒來，它的這個乙烯廠、丙烯廠、第2烯廠就沒有辦法 run。而且像這種石化廠高溫又有液體他們最怕的就是準備要稅休，跟那個準備要這個重啟的時候，跟飛機一樣，飛機都要開跟要降落的時候比較危險，所以他們就說，像這一種非預期定的這一種稅休跟那個工廠的檢查是那一種這個不可抗力或者是預期之外的。都是會非常非常麻煩，而且他說停產的時候會出現什麼樣的事情？你看他說催化劑會中毒、爐管變形、耐火磚這個所謂的裂損。積碳沉積更換一次成本要1000萬美元，所以他們是這些廠商对他們過來講，我當然不要停止啊，除非是為了要去稅休或者是要維修這件事情。但現在沒原料的情況之下，我只能這樣幹。我讓你們幹之後，所有的成本都我自己去吸收掉。我整個賠慘了，所以包括剛剛提到麗水這個大型的工廠年產呢大概是150萬公噸了。他說，如果單次重啟成本要6億到13億耶，太多了吧？而且如果你停產超過1個月，損失可能會超過30億，這個是完全沒有開玩笑，因為你沒有這樣的產品可以賣的話，勢必就面臨到這種狀況。好，上游、中游都面臨到沒有東西可以賣，那我問你，下游出來的產品就會少啊，少的話怎麼就會漲啊？所以現在大家在搶嘛，搶什麼？搶塑膠啦，搶衣服啦。我們那之前講中國的不是一大堆化纖原料嗎？連那個衣服的工厂都說，哎呦，我的布料一日3市布料都在漲，所以現在已經慢慢出現韓國啊出現萬物齊漲，而且更可怕的是3月16號這個韓國的央行公布，有沒有看到？他說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PPI。連續6個月上漲，6個月。換句話說，不是這一次2月28號以色列跟美國、伊朗打仗之後才開始漲，是早在之前就已經開始漲了。他們說，從今年好像是1月還2月開始，他說那個他們其實是一個台灣的人，他去那邊大概有10年時間。他說我以前2014年剛去的時候大概5、6千塊，他說我現在今年啊，在韓國那邊要吃一頓飯啊，竟然要1萬塊韓元，所以他們就說萬元時代來臨，萬元時代來臨就指的就是說，我現在竟然就是要花這麼多錢，物價這個，所以人民的壓力其實非常大。那除了人民壓力之外，我們剛剛是講說你的生產成本變高往上墊嘛，另外一個更可怕的，什麼可怕？現在我們不是講嗎？大家都搶美元吶，對不對？連中國想要跟伊朗買原油都要用美元，所以美元的需求強勁，所以美元變成這個它的漲勢升值最近就很強，所以這個韓元對美元哇就變成貶值了嘛。而且他們就說這個貶值的幅度啊，也是這個幾年來這個幅度很大，這樣很可怕。今天油價已經漲上來了。然後大家已經過得非常非常苦了，結果你韓元，你的匯率又下來了，對，大家是雙重打擊耶。你看他講很可怕，他說這個成本是他說近期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因為中東的這個影響性，然後大家偏好美元作為是一個避險基金所以導致現在竟然突破1500韓元也就是1美元竟然可以換超過1500韓元創下17年來的新高那韓元急貶的這個趨勢導致你韓國所有你要捧着韓元
能源去跟人家買這些進口的產品，你是不是就变成着你的進口成本也增加？所以换句话說，除了你原物料成本增加之外，你匯率的這個成本也增加，双重壓力之下，所以对於這個工廠廠商來講，我成本2層加成重，所以我要轉嫁我成本，我給消費者也是2層加成的轉嫁。所以總而言之一句話，韓國現在面臨的情況是慘，然後窮。金明哥，現在除了韓國之外，你看到這個畫面，這畫面在哪裡？它在菲律賓。菲律賓現在也是遇到這種我缺油沒有油的情況，就會想說哦，完蛋了，這一定是菲律賓人不爽，所以上街去抗議。結果你說沒有哦，是為什麼？現在政府不讓你騎車，不讓你去開車，或者是大家都不敢騎車、不敢去開車，為什麼？貴死了，我沒有油可以加。大家都是步行的，這個人也太多了吧？的確，菲律賓的人現在是有很多人在抗議，沒錯。但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這一段影片，並不是抗議的人，而是他們要去上班的民眾，他們卻沒有交通工具可以搭，所以交通癱瘓的情況下，這一些民眾就感覺好像被丟包，你叫他用走的，那你要走多遠？然後全部都在塞在這個馬路上。因為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他在禮拜2的時候就已經宣布說，菲律賓現在已經進入這個能源供應嚴重短缺的緊急狀態。對，因為我們的國家的油戰備儲存只剩下45天了，還要用作很多地方，然後還要求說，你這些廠商是中上游厂不准囤油，然後加油站還是大排長龙。对，菲律賓的這個油價現在已經在比這個美國打伊朗之前的這個油價已經漲了2倍了，那現在已經來到了114到120 peso， 也就是60塊到63塊台幣以上每公升哦。而且我覺得最荒謬的是什麼？你看到這個畫面，現在是什麼？菲律賓竟然這些竊賊們去幹嘛？他不是偷錢，他不是偷金飾，他給我去偷油。現在油真的是比食物還要重要了。你說偷錢偷金飾幹嘛？你看這個小偷，他走進去哦，大辣辣，他就直接把人家那個車子裡面的油箱啊，想辦法。大家會想說他去敲開他們的這個置物箱還是什麼？不是，他是敲開油箱就把油偷走啊！所以油現在才值錢。剛剛講的油價都翻了2倍，甚至也是台灣的柴油價也是台灣2倍，所以他當然要偷油啊！所以影響所及，東南亞國家從菲律賓開始，感覺像第一張骨牌，不是只有一個菲律賓哦。我再跟大家講，泰國也是一樣啊。泰國他們現在。這個政府雖然宣稱說他們的這個油戰備儲有95天，對，但是呢，已經下令公務人員啊，你們這個上班的時候只吹冷氣，只能開26到27度，對，26到27度的那個空調。所以你看到他們3個這個新聞主播就在聊到政府的政策，為了示範這個全民節能，就當場把這個外套，把他們的西裝外套脫下來。然後這樣子才會讓民眾印象深刻嘛，連主播在攝影棚裡面吹冷氣，都達到政府的要求，空調開到一定的溫度，26、27度以上。那然後你覺得熱，你就把這個外套脫掉，要不然你就開窗、開電扇。這個主播都有在這個宣導的時候不斷的加強政令宣導。那泰國旁邊的這個緬甸也不遑多讓，緬甸軍政府啊，自從在5年前爆發了這個緬甸的內戰之後呢，他們的能源就一直陷入緊縮的狀態，甚至時不時還要靠其他像包括中國在內的這樣援助。可是現在他們美一開戰之後，他受不了了，也沒油了，直接緬甸軍政府宣布從3月7號開始哦，告訴大家車牌是單號開頭的，你就13、57、9、11、15這樣。單日上街，你如果是雙日，你就不能開出來。對，那如果車牌是前2個號碼，比如說2A、4A、6A， 是前2個號碼是那個雙號開頭的，你就是2、4、6、8、10、12、14、16、18，雙號的時候你就可以來，單號你就不能上路，不能開車出來。為什麼？就是要他們節省能源，節省了這個油，所以各國都在想辦法，為了自己能源，怕缺油。乾脆不要開車，對，或者是坐大眾運輸工具，或者是少用油。那中國呢？中國人口那麼多，地那麼大，它更絕了。而且我們看到一件事情是什麼？我們這幾天就講，中國已經加油站都已經塞爆了。結果我先看到這個畫面，高速公路你塞爆了，那又怎樣？剩下什麼？連車都不想開了，它都空的。我寧願不要，因為我越開，我損失越多的。我跟大家講，這個是不只是北京。還有北京的一些市區啊，他們的這些3月17號啊、3月24號拍到的一些景象，他們的快速道、立交道，然後這個市區的道路，車幾乎都變少。你看民眾，乾脆我就騎單車，對，騎腳踏車就好啦，對，我就不要用油，油價也貴啦。那甚至京滬高速公路沒有什麼大貨車，而
剛剛講了，你如果不開車不騎車，你就騎腳踏車，不骑腳踏車怎麼辦？騎馬，我看錯，现在真的是骑馬，這不拍戲哦，這不是什麼高級黑吧？對，真的騎馬，真的騎馬，所以這可不是拍電影、拍古裝劇啊，我真的就騎馬，一秒回到了這個300年前，然後我就開始騎馬，馬這樣子奔馳，你看馬總不用吃油吧，所以你用這樣的一個騎馬上路，所以。你如果說中國大陸民眾要用這種方式，那要引進多少馬？對，田薇老師，我們剛剛特別講全球的能源危機來之後，我今天看到《華爾街日報》他特別刊了這一篇報道出來，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這篇報道叫做《頂級晶片巨額投資不眠之夜，台灣打響的川普公關戰》。它裡面特別提到的是全球能源可以斷，但是你台灣絕對不能夠斷。那你知道？這個《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其實有很多訊息，但裡面訊息量非常多哦。那主要的原因哦，我們先講，就是說當初在談判的關稅的時候呢，這時候呢，我們派了這個代表團，總共7次飛往美國去談的時候，我們的賴總統當然半夜的時候都還守着電話哦，那隨時溝通哦。聽說這些談判人員在台北的，包含晚上的時候，可能都是吃什麼燒餅、油條之類的。燒餅、油條。对，因為你晚上沒有任何店家已經開了，只剩宵夜了。對，剩下宵夜或者是那種類似什麼豆漿店之類的那一種的哈。对。所以就永和豆漿之類的哈。那這時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哦，在跟對方談的時候，對方可能會要求某些條件，而我們呢也擬定了所謂的黃金計劃，特別記住哦，因為川普喜歡黃金嘛，所以我們用黃金計劃的方式來試圖說服對方。但是事實上哦，這當中又有提到一點，就是除了晶片之外，另外就是我們對於我們台灣的國防部分來講的話，他們美國非常重視。对，哦，所以這當中有一個訊息量是什麼東西？就是黃國昌。因為我們知道說黃國昌到美國去之後，不是只有在屋頂拍照而已嘛。對。但是呢，這個黃國昌到底跟美國人談了什麼東西？現在反過頭來，他也寫出來了。華爾街記者去問美國的官員說：“那你到底跟黃國昌談了什麼東西啊？”因為黃國昌你問不出他是什麼東西出來嘛。所以美國人跟他講說，黃國昌問我們說：“哎。”那這時候為什麼我們這個所謂的提400億的這個美元的時候呢？那你們好像就是說，到時候呢，這個中國會不會真的入侵呢？那是不是在2027年呢？等等之類呢？那黃國昌的疑問是說，那為什麼要擔心2027呢？那因為2027也不見得一定是習近平會攻台嘛，對不對？結果你知道美國官員回答他什麼東西嗎？美國官員回答說要以防習近平食言吶。什麼意思呢？也就代表說習近平常常欺騙國際社會，說話不算話，說話不算話。所以我們回想到當年在2015年左右的時候，其實習近平9月到美國訪問，跟奧巴馬說他南海不會軍事化，結果到最後呢，南海軍事化了。那結果人家去問中國說你為什麼做軍事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告訴說，你的軍事化的定義跟我的軍事化定義不一樣嘛。所以就是說，中國他常常用這種所謂話語術來欺騙國際社會，所以現在美國也學乖了。所以它裡面有提到，像美國國防部的次長 Kirby， 他本身來講就有提到要怎麼樣讓台灣獲得盡速的獲得武器，也有官員甚至於說有一個想定是什麼東西，直接美國從其他國家買武器提供給台灣，這就代表說美國對台灣的重視程度非常非常高嘛，因為也怕台灣受到外來的入侵嘛。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浩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